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文瑞。时隔一段，大家还记得韩国龟尾3岁女童吗？在位于韩国龟尾的房子里发现了一个女婴，在这里让人联想到垃圾场。独自孤零零变成星星的孩子，她叫做宝兰。宝兰是2018年3月30日出生的。也许是因为胎名太合适，孩子特别喜欢妈妈。在喜欢的玩具面前，孩子和妈妈看起来非常幸福，甚至会撒娇。如果还活着的话，现在快4岁的宝兰怎么会遭遇这样可怕的事情呢？一位孩子被调包的离谱事件，之后也上了《我想知道真相》节目。金某最初被称为孩子的母亲，后来被确认为姐姐，被遗弃在家活活饿死可怜的宝兰。但金某确实是通过剖腹产分娩，因此 DNA 分析结果告诉我们，孩子是外婆石某调过来的。如果到这里你还没有了解这件事情的关系图，我在这边可以解释一下。经5次 DNA 证实，孩子是石某的无误，但这孩子跟现任丈夫 DNA 不一致，跟2位熟识男性也 DNA 不一致。再看看他的亲女儿，原本以为宝兰是金某的孩子，但金某和前丈夫 DNA 不一致。这样来看，理解多了吗？死亡女童是石某的亲女儿，金某是亲姐姐。亲姐姐金某跟前丈夫的女儿目前下落不明。那么真正的孩子到底去哪了？现在警方、检方都在搜寻孩子中，目前这部分还没有最新消息。话说孩子的妈妈金某为了见新丈夫，买了面包、粥、牛奶放在孩子的身边，让孩子自己看着吃，然后经常对孩子置之不理，也让他被放置超过12个小时。因为这种反复的放任，孩子觉得再哭也没有用，所以不会哭。想念妈妈的孩子只能一直等着妈妈的孩子，一天天因饥饿因疲惫的孩子，直到最后一刻放弃一切的孩子。DNA 分析结果告诉我们，孩子是被外婆调包来的。疑问就在于血型，宝兰是 A 型，妈妈金氏可以生 BO 型，但是金氏是 B 型，所以 A 型是不能出来的。但更重大发现就在左耳上找到了。电脑分析结果显示，左耳折叠的左耳在出院后突然发生变化，说明由于折叠的耳朵正在松动，而且不是每个时间拍摄的照片，所以也不能忽视其间的变化。所以听取专业医生的意见后发现，这种看不到三角瓦的折叠耳朵被称为萎缩耳，因此萎缩耳很难完全舒展开来。据说到5岁为止，90% 的耳朵都能长出来，这时耳朵的生长是大小增长，外形的变化是不会有太大的。金某因涉嫌从去年20年8月开始，一直以为是亲女儿在抚养的3岁女孩，遗弃在空房子里6个月而死亡，于今年3月10日被起诉。在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的遗传基因检查中，死亡的孩子并不是金某的孩子，而是外婆石某的女儿，高达率达到 99.9999%。金某并不是死去孩子的母亲，而是作为姐姐，违反杀人及儿童福利法等，被移交法院审理。在最终审判中，21年5月7日对归尾3岁宝兰的亲姐姐金某进行了第2次公审，对涉嫌将3岁宝兰遗弃在空房内致死亡的金某，检察向法庭要求判处有期徒刑25年，限制就业10年，安装电子装置20年。对于虐待儿童的犯罪需要严惩，表明了求刑理由。检方对求刑的理由说，出生29个月的儿童在炙热的夏天因喝不到一口水而死亡，在这过程中很难想象受害者的痛苦。金某背弃监护人的义务，犯罪手段残酷，发生了无法挽回的损失，对虐待儿童的犯罪需要严惩。被告律师表示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了一条生命死亡，因此没有其他辩解余地，
并不是出于杀人意图或计划，而是因为被故意而偶然发生的。由于被告人在一审时已全盘招供，被告人具有深刻反省和甘愿接受惩罚的心态，所以请给予宽大处理。金某被押解到法庭后，面对记者的提问，和第一次公审时一样，没有做出任何回答。金某在被检方求刑后表示，虽然事后你们可能会问我后悔有什么用，但对我来说也……说着含糊其辞，甘愿接受给我的惩罚。对不起，也涉嫌同一时期非法领取儿童津贴和保育津贴。对于孩子来说，爸爸妈妈就是孩子的全部。一无所知的女儿一边叫着妈妈，一边跑过去。妈妈最后无情的离开，宝兰也无埋怨的记住了那个瞬间。另外，在这起事件中，孩子如何死亡，为何要放任不管等诸多课题，但是警方想集中精力了解亲生母亲是谁和失踪的孩子。为了了解失踪的孩子的下落，需要打破石某沉默的决定性线索。然而外婆依然否认一切。金某的宣告公审日将于下月6月4日举行。我希望这些抛弃孩子的人，他们可以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孩子是多么的宝贵啊！